兄弟们，早上好啊！现在是上午的7点钟。我今天起这么早呢，就是来到了这个抓饭中心啊，因为昨天来的稍微晚了，没有给你们拍到那个大锅。很多网友要看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那个大锅手抓饭啊。今天的话，我起了一个早。我们看看啊，今天这一个大锅米饭需要用到多少东西？看一看，兄弟们，一个大垃圾桶全是那个肉啊。这大概准备了4头羊的一个肉量啊。然后待会儿的话，他们会用这个超大的锅，然后去烹制一个手抓饭啊。这家店呢，在乌兹别克斯坦是非常有名的一家店，但是它每天的话只做一锅超大锅的这个手抓饭，所以说一定得来早。他们这个桶有意思啊，这桶的话在咱们国内就是装那个垃圾桶的，特别大，特别夸张。超大锅啊，做抓饭需要多少材料？你们自己感受一下，一车这些全是米饭啊，然后3大袋的那个洋葱，贼夸张啊，兄弟们！米饭全部倒到这个盆子里面，看我身后啊。直接一车的米饭全部要给卸下来。小哥拿来了2袋材料，咱们看看里面是啥啊？这里面全部都是香料，光是那个孜然的话就是2个黑色袋子这么多。兄弟们看一下，这2桶油肯定是不够的，我觉得他至少得拿10桶。一会儿咱们看看他到底会拿多少桶油。昨天我来了，我就说这个锅特别大，今天呢，我觉得这个锅就更大了啊。今天可能是仔细的看一下，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锅里面游泳了。我们的这个厨师现在已经开始引火了啊！哇，这纸箱直接就当燃料扔进去啊，直接就拿着那个纸板还有那个柴火就开始往这里面投了啊。看这架势应该是要开始了。这个壮年小伙一直在添柴啊！家人们看一下啊，使劲的往里面怼。还好我今天带着这个相机是广角的，不然的话这个大锅可不好拍。小哥现在在做的一个蔬菜的准备啊，这个台面上所有的萝卜2种，全部都是今天会做抓饭的那个材料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台面上放的萝卜全部都是啊。看看啊，就是我身后这个锅子，他们每天做的时候需要把这个东西给清洗一下啊，不然的话做完了之后呢，放上1天，它多少会有点那个不干不净的东西啊。洗一洗，干净又卫生啊。这个火的话，现在越烧越旺了，感受一下，兄弟们，有锅气了。看到没？这个锅里面那个水分冒着那个小烟了啊！现在锅里的这个残余的水分已经清除完毕了啊！小哥现在给我上了2个提桶，这2个桶是干啥的？咱来看看啊，这里面全是油，2桶啊，这很夸张了啊！哇，2桶啊，感觉特别沉的样子。兄弟们，那个2个大铁桶倒进去之后呢，不够，还要加那个6桶。这油倒的是真多啊！兄弟们看看啊，底下这个油的话都够你洗个澡了啊！现在是进行这个肉材的一个处理啊，2个大桶。特别大，特别沉啊，就感觉跟那个2个大垃圾桶似的。他会把这个肉啊稍微给你们分配切割好，就是确保它的大小是均匀的。转眼的这个功夫，你看一下，师傅就已经把这个一桌的肉全部切配好了，一共需要2个师傅，一个的话切不过来。这大概我觉得至少有那个4头羊到5头羊的一个肉量啊。为了做一桌这个大锅的手抓饭啊，你看3个厨师在切洋葱，那一个是不够的，那肯定要好几个，毕竟那么大一个锅，光是为了准备这个食材，全场是5个人在切配啊。厨师们把这个肉切好了之后，他会用那个绳线啊，就是把它捆绑一次，这样的话能把那个肉啊更加的固定住，不会让它松散。台面啊，兄弟们看看啊，这2桌子这肉得好几头羊了吧，至少7、8头左右。就是刚才我估计一下是4到6头，应该是我估计错了啊。现在这肉切的也差不多快好了，光是这腿子的话都30条腿了，你们自己去算一算有多少头羊。我们的大哥现在开始把坚硬的木柴啊，就是添到那个桶里面啊。干这个活他必须得力气大，你看这大哥双手麒麟臂啊，这大胸肌，他会把这个火啊再调整一下，一定要非常的旺啊。咱们一会儿看一下要放多少桶那个萝卜，这个是1桶、2桶、3桶，足足4大桶啊，4桶的那个萝卜。看一下这材料，兄弟们看看，我现在旁边这5袋、6袋的这个材料啊，全部都是一会儿要放到那个大油锅里面油炸的。兄弟们，现在开始加柴了啊！加柴这一步也非常的夸张啊！一般我们烧火是用那种小柴，你看这边啊，为了做这个抓饭啊，你们看看这个柴火它都不一样。现在这个火势的话已经起来了啊，这火势特别的凶猛。然后厨师还不忘再去拿一些这个像砖一样的那个木头啊，再添进去。我们看看这个油锅里面这个油啊，它已经开始滋滋冒泡了啊，就滚油了。现在这个锅的那个锅气呢也已经起来了啊！哇，这是第7桶油了。6桶的话不够，这加7桶了。
这边还有啊，8、9、10、11、12、13、14、15啊，一共是2大桶的那个调和油，再加这个15桶的这个小的那个植物油啊。这油真的是不要钱似的，兄弟们啊！这个火现在特别的烫啊，在这里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滚烫的那种感觉。接下来是下肉的环节了，兄弟们，在这里已经等待了1天啊，终于等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开始下肉了。哇，这火现在烧的太旺了啊！它必须要隔很远才能把这个肉甩进去啊！它把那个2袋这个食盐啊导入到这个水桶里面啊，这是那个1筐那个盐水啊，所有的环节啊都是他的那个弟子啊负责来切配啊，真正的操刀呢就是他本人啊，抓饭之神。这大哥是这里的厨神啊，特别有名。然后今天呢，他会现场制作这个抓饭，每天的这个抓饭都是由他亲自来做的啊。这家店就是因为他啊，这个生意才是非常的火爆。我们等了1上午，就是为了来看这个的啊。看这师傅下肉下的多么任性啊，把这个肉全部丢到这个油锅里面油炸啊。来，铁锅炖自己了，兄弟们。这锅的话，把2、3个峰哥丢进去的话，都绰绰有余啊，还能焖好大一锅米饭。看我身后现在都开始冒那个白烟了啊！厨师长现在拿着这个锅铲，给这个肉稍微翻一个面啊，隔老远我就能闻到那个肉香了。再把这个腿子放进去油炸啊。它这个油呢是已经至少烧了半个小时了，包括整个锅啊，它是有锅气的，所以说这个肉下去没多久，它就已经外表皮焦脆了，就不到3分钟的时间，它就开始撒这个胡萝卜了，黄色的萝卜，哇，4筐萝卜还不够，第5筐了，第5筐是那个红萝卜。它这个比例是4比1，撒入这个盐水，这是之前那个小哥调制好的那个盐的水啊。厨师长现在年纪大了啊，所以说这个需要力气的环节由他的这个大弟子啊，大弟子这个手臂是真的麒麟臂啊，兄弟们，比我腿还粗啊。兄弟们，这趟乌兹别克斯坦没有白来啊，终于让我拍到这个了。来乌兹别克斯坦这个东西如果没拍到的话，没吃到的话就白来了。这一大盆得有几十公斤啊，这不是一般人能抬得起来的，还得是他，兄弟们，因为他这个手臂是真的粗。这个是抓饭店最强壮的男人啊，大力水手哥，你看这肌肉啊，兄弟们，看看，还拍什么抓饭？拍他就完事儿了。男人就该这样啊，要充满力量，灵魂孜然一大盘啊，这孜然撒的够起劲儿啊！哇，雾茫茫的一片啊，兄弟们。白雾足足是一大盘，撒完之后，你看这个米饭，近距离看一下，上面铺满了那个孜然。接下来是另一种材料了，葡萄干。这种葡萄干必须是本地的啊，上好的这个葡萄干，均匀的涂抹在这个蔬菜的表面，一共是2大盘啊。现在拿那个大盆把那个鹰嘴豆给扣上。这个大锅的话，你要给它找锅盖的话，得不好找，因为这个锅盖得太大了，定制的话都不好定制啊，这太大了这锅。现在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倾倒完毕了，就最后一步了，等那个米饭进锅了。这个就是焖在那个锅底的羊肉啊，现在大哥给它现切好，你看全是羊排肉，把它拆下来，这个肉的话非常的软烂了，就是铺到我们平时的这个抓饭上。这个米饭啊透着那个肉香，然后每个米饭会给你放这个马肠、鸡蛋还有鹌鹑蛋啊，非常完美，兄弟们，这个就是一碗合格的手抓饭啊，再加上这个灵魂这个小肉粽啊，这个也是肉和那个米饭包成那个像肉粽一样的东西啊，酸酸甜甜的，味道非常不错。很多网友非常好奇那个抓饭上面的这个肉粽是啥啊？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用那种特殊的那个叶子包着那个生肉啊，然后生肉里面裹着那个米饭。这个东西呢需要用那个小火慢慢的焖煮啊，火太大的话这东西就容易糊啊。这个萝卜的话是经过那个半个小时的一个高温的焖煮啊，然后现在要放米饭了，大家看看这个米饭，对吧？它里面是透的，这个米饭是提前泡过的啊。现在我们的抓饭一哥啊，抓饭之神啊，把这个盖儿给扣开了，那里面的鹰嘴豆和这个葡萄干应该彻底的焖熟了啊。像这种细活啊，一般都是那个主厨他一个人来操作啊，徒弟的话只能操作一些力气活。不愧是抓饭之神啊，他这个盘儿，你看用那个盘儿盛的那个米，均匀的铺在那个上面，不能够一次性倒下来，这还是讲究方法的。一共是4桶，这我旁边这个大叔是韩国过来的，也在拍这个视频啊，现场有很多人在拍。确实这个阵仗特别的夸张，说夸张丝毫不为过吧。还是那句话，兄弟们，米饭锅里倒。我等他倒完这4桶之后，看他怎么操作啊。饭上面也要撒一些这个盐，里面大概放了4、5包盐了啊。盐均匀的那个撒到那个米饭上啊。撒完之后还有最后1桶的那个米饭，它会倒进去。这大锅这个抓饭就跟一座小山儿似的。厨师长用这个小铲啊，就是把这个米饭均匀的铺开，大家看一下啊，确保这个米饭覆盖这个汤汁啊，通过底下的这个蔬菜还有那个肉汁啊，它们的那个水汽把这个米饭给蒸熟，这个环节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啊。接
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等半个小时之后呢，就可以品尝这一锅新鲜出炉的那个羊肉抓饭了啊。去什么国家要体验什么？比如说你来这个乌兹别克斯坦，您就得必须体验这个，这是他们国家特色中的特色啊。接下来是调整这个火候了啊。厨师长和普通的厨师他们的区别就是对这个火候的掌握，火的话不能烧太大，烧太大的话容易破坏那个米饭的口感。米饭铺好了之后呢，咱们的厨师长会用那个铁盘啊，会给它把这个米饭给覆盖上，这样的话是为了让它能够更加的熟得快一点。兄弟们，等了1个小时了。厨师现在终于把那个盘子拨开了，米饭可以出锅了。从早上的7点钟，然后做到现在11点半了啊，这个米饭终于做好了，一共做了大概4个多小时。那我们现在去那边开个小票，然后准备尝一下这个手抓饭。这边米饭很便宜啊，合人民币的话23、24左右吧，咱买一份。现在把小票给那个厨师。厨师长呢会把这个米饭啊翻来倒去，就是把它做成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啊。还有一个小火会进行给它再次焖煮个30分钟左右吧。然后咱们这边呢已经把这个小票已经开好了，咱们今天就等着这一锅米饭吃它的第一口啊，看看能不能吃到精华。好了，朋友们，等了1个上午啊，4个小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盆抓饭了啊。跟上次吃的也没什么区别，只是说今天来拍摄，大家看的可能是更加刺激一点。你看这个是羊腿肉啊。带点皮，它这个抓饭呢，基本上是没有放水的啊，就是那个除了那个放盐的那个盐水，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靠那个肉汁儿，还有那个蔬菜的那个水分，把这个米饭给蒸熟的啊。油特别足，就是偶尔吃一下没事。如果说你天天吃的话，肯定会太腻的啊。就是那个叶子包的那个肉啊，口感有点像咱们国家的那个粽子，酸酸的，然后那个肉香味十足啊。这个就不说了，这个你来中亚一定能吃到它马肠啊。不得不说，这个大厨的手艺真不错，光盘行动啊。最后一口了，这碗饭我终于干完了啊，油有点多啊。我今天在拍摄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这边做饭油是不要钱的，然后总体感觉到还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也不贵。你们别看那个一锅特别大特别吓人，其实在这边的话，像那个大的，它一天能卖一锅啊，大概能够好几百个人吃吧。还有那种小锅的，就是2个小时煮一次。中午到饭点了，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人啊。户外全部坐满了，然后我们去那边看一下。这个区域的话也做的差不多了，进入到餐厅的里面啊。餐厅里面基本上现在已经快满座了，就这一排了啊。12点钟左右啊，一会儿的话基本上人就坐满了。这个肉吃的太饱了，还有一点力气，我准备喝点东西。Hello， 这个多少钱 ？How much？ 呀，25稍微2万5啊，也不贵。10几块钱一杯这个鲜榨的橙汁啊，自己榨的。吃完抓饭了，你得来个果汁把它调和一下。好了，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然后明天呢，我会去乌兹别克斯坦另一个城市去看一下。兄弟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啊，拜拜。Really good, not good.
粉蒸肉，粉蒸肉。OK， 兄弟们，这是我点的菜啊，一个烤鸭，还有一个粉蒸肉、汤、鱼、豆腐，还有这个虾饺，包括这个米饭、果汁啊，一共消费的话是500左右，500-600左右。这个是哈萨克斯坦的那个服务员啊。OK， 现在的话我们在这里等餐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服务员，他们都很漂亮啊，就是来这里上班的，好像硬性条件就得必须是美女。你看旁边还有一个金发小姐姐啊 ，Hello。麻婆豆腐，哈萨克斯坦，这个是广式虾饺。It's little spicy, not spicy, trust me。麻婆豆腐，豆腐。这个用刀叉吃这个豆腐 ，really good, not good。他含着泪说 good。太辣了是吧 ？OK， 如果太辣的话，给你。有点辣了，受不了。Yeah, good. But you can't stand because here is too much spicy. Try this. This is good. From Guangzhou. 是老外朋友，他们吃这个虾饺。我现在没有教，我现在还没吃，所以他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吃的。看啊，拿这个刀子去切那个虾饺。我的天哪！对，就是这样吃的，没毛病啊。比较的优雅，是不是，兄弟们？看看啊 ，Yeah, too much good。这个是他点的这个菜，我把它给他拿过去。这个他自己点的中式汉堡包。Yes. How do you feel? It's good. 哦，原来他喜欢吃这个，这个不是猪肉，兄弟们。哈萨克斯坦这个是羊肉啊，羊肉粉蒸肉啊，这是一个鱼，老外很喜欢的那个松鼠桂鱼，这个是那个酸甜的啊，看我们。